Hello， 大家好，我是孟瑞。大家好，我是王博文。上碰碰网碰上大明星，喜欢我们就上碰碰网，这里有我们的最新消息，等你哦。你是我一个人的想念，任何人都不能把你带走。以后你哪儿都不许去，就留在我身边。想你12点。碰碰网的网友们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传说当中乒乓球运动员里唱歌最好听的演员小白王博文，也是不可抗力当中饰演小念的书念的小白王博文。大家好，我是孟瑞。完了，多说点。今天他发烧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然后我今天就多说一点，让他少说一点。嗓子有点哑。对，但是他其实也不舒服。咱俩今天怎么了？对，其实我状态也不太好，但是呢，就是能跟大家见面还是挺开心的，所以我今天多说点，你就负责在边上服侍我就行了。好。这部电影那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是相当好看。我朋友，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好多就是好久不联系的朋友，他们都会联系我，就说什么他家姐姐、妹妹、什么二姨什么全看，证明这个片子还是非常优秀的，要不然就不能这么多人喜欢看。二姨也爱看吗？对，他说了，他小姨、二姨都看，但是我是你的迷妹。你知道我发现不可抗力非常好看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朋友圈里面的人的头像慢慢的会变成我，会变成你，会变成你我。真的假的？对，朋友圈都有。对，是吗？我之前的有一个化妆小助理，他就有一天给我发过来。那你的朋友圈里的都是你的朋友吗？还是说你有一个小号，加的都是素人？还是你喜欢玩附近的人摇一摇什么的？我就是普通的朋友。对，反正不可抗力是一个非常值得让大家期待的，尤其要期待一下我们的第二部马上就要上。我听说第二部也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嘛。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的话呢？这个确实你们还是要私信狮子鱼，因为我们觉得他给我们传来的好像是假消息，对不对？我们总是在说出去，让粉丝过来打我们，也不太好。然后没有看过第一部的话，现在大家看完这次的访谈，就马上去看一下，脑补一下我们的这个不可抗力第一部，好不好？对，若当时我抱你，当时我说爱你。我觉得他呀，是我说你还是我说我自己？其实我觉得他，你高兴说谁都行。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点像小念的。其实你在某一些方面有吗？有，就是在性格方面，比如说啰里啰嗦呀，唯唯诺诺呀，就是这些。小念啰里啰嗦吗？他不啰里啰嗦吗？没有吧，还好吧。其实他不像了，他还是比较会开朗一点，活泼一点，没有小念那么隐忍，是吧？但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气了或者什么干嘛，也不喜欢跟我说，也是憋着，就非得要我问你，然后你就啰里啰嗦一大堆。我不问你的话，你也不说的。但我的性格的话呢，跟谢妍，我没有他那么霸道，但是我可能谢妍不应该我评价吗？你评价了我该评价你了。你跟谢妍也是不太像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慢热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像谢妍，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他是一个很贴心、很暖的一个男孩。但是你没觉得我其实就是是男孩？我说男孩了，不好意思，老男人。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咱们两个，特别是我有一点东北人的特性了，就是其实有好多时候蛮大男子主义的。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如果画到小说的人物线索里面，他跟谢妍的角色还是有点贴切的，对不对？那我大男子主义吗？不，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是吧？那你私底下也没有那么听话。我出汗了，我会不会过电？没事啊，那我拿着。没事，我拿会儿吧。只是一个冰凉的笑话，压在我心。会有，因为其实我们两个这个角色都是蛮难演的，是因为他的情感线索不统一，对吧？就是他其实也是从小就是有这种想依赖的感觉，然后到想占有等等。然后那你像我呢，也是从一个习惯的问题变成慢慢的会觉得这是一种没有这种习惯你会觉得不舒服。
倒会觉得这个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情感。就是它有一系列的人物的变化，所以这个在这之前我们两个还是做了好多的功课的哦。对，而且这个两个角色对我们来说也不是说那种本色出演嘛，对，所以有一点是在诠释角色。那我也是第一次诠释一个就完全跟我性格不太一样的。你的话就是之前也演过这种类型的是吧？然后但我觉得你诠释的挺好的，是吗？就是最主要的，因为我看过你以前的戏嘛。不是唏嘘了呢。最主要还是就是我们功课做得好，就是我们之前别这么夸，我们之前先把小说看了嘛，然后呢就告诉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你就是谢岩，我就是书念，我们就把我们的角色当自己了。所以这次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我最用心的一次拍戏过程，然后也是我最融入到角色当中，就是不像之前好像有点表面化，就是在演。这一次好像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跨度呢？对。他演出来我也没觉得呀。再见啊，拜拜。对，是有这种，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戏之前呢，就做了好多这样的功课，包括我们两个私底下见面，然后咱俩有一次在那个哪儿，大悦城那个星巴克，不是聊了一下午剧本嘛，对吧？黄焖鸡米饭吗？星巴克啊，对，开玩笑的啊，对。然后对啊，我们两个就一直在对戏，在这个点我们应该怎么弄，然后再去跟导演沟通。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对这个戏投入蛮大的。我相信其实像观众们啊或者粉丝们，他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就是因为他们看得到我们用心，包括我们整个栏目组，他们觉得这个作品是他们认可的，对，就会比他们觉得就其他类型的或者怎么样，就会觉得用心一点，是这样。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会撩了，这种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发那个微博的好多那个东西，其实他们都猜得到的呀。就比如说我会说我今天想你们了，然后你想我吗？就是本来是你们，后面那个是你，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其实我满怀期待的，你会回一个或点个赞啊什么的，就也没有。我吗？其实后面你是想是对我说吗？对啊，不是吧？是啊，你是想就是粉丝也觉得你在跟他讲，然后我也觉得你在跟我讲，是这意思吗？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下次我就直接艾特你，好不好？你觉得这样也明目张胆的好吗？我觉得挺好的，是吗？对，挺好的。就是他特别会撩，对他身边诱惑本来就多，你知道吗？他还会撩你，哎，他平时也不怎么撩我，他就撩别人，撩我他就撩我刘海，撩我衣服什么的。对，但是他撩别人可能就是很正经的在撩。我撩你衣服还不够吗？我撩你衣服，我一般跟别人说话我哪撩了？我跟别人陌生人都不太讲话的。你敢吗？就是你这跟人聊，大家好 ，Hello， 你好，你撩人衣服，人不揍你啊？所以我也就撩了你衣服啊，对不对？好欺负嘛。那你就是觉得王博文有没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一个称呼呢？其实我不知道他正经来说应该叫什么称呼，但是他自己不给自己起名叫王金狗吗？好好说啊，反正小心键盘回家啊。反正但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他非常的善良可爱，就是哎，我笑就好了，你笑什么意思啊？然后是我不善良，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止在一个地方说过，我说他眼睛特别好看。就我每次，比如说我想发脾气了，或者我有点不开心，或者我今天真的有点不舒服，我现在一直在冒汗，但是我一看到他眼睛，我就觉得被治愈了。真的假的？真的。那么假？对，有吗？然后那天我们，少爷，我特别想看那3个字没？睁眼瞎。然后我们是前天吧，对不对？我们前天刚做了北京的一场那个握手会，然后来了好多的粉丝，我们特别开心。然后就有现场让我们签名，让我们答题的。你知道有一题就是选择说，小白希望我怎么称呼他？因为我私底下那些都叫过，第一个是媳妇儿，第二个是宝宝，第三个是，不是那是傻子。没有傻子，什么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然后让他做，他画了小白，然后他自己画了个宝宝，所以你特别喜欢我叫你宝宝，就是没叫过嘛，好奇，别的你叫过？叫过呀，宝宝没有叫过，所以他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就他会带给你很多，就是有一种魔力，你知道吗？你懂不懂？他真的不懂，你不要这样，就是，所以你就只是单纯的喜欢我的眼睛而已，是吗？你这想要的也太多了吧？如果你只喜欢我的眼睛的话，那我就挖出来，然后呢，让这个眼睛在这陪着你，我就撤了，好吗？
还是说你喜欢我本人？本然后呢，本尊更喜欢我的演，更喜欢你。对，下次说话就这样说。好了，对不起啊，好。那虽然刚刚就是两位有腻歪了一小段哈，你这就叫腻歪啊？什么人呢你是？他的专辑应该现在在打造当中吧，并且他这次打造的还蛮大的，可能也是因为红了吧，有钱了，对吗？没有，就是我在筹备我的 EP，然后有5首歌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少爷的 EP 呢，我也在帮他筹备当中啊，然后大约在什么时候？你别许愿了，因为你不许愿，对你总说完了之后，人家就真的会问你，就是因为你总是说话不算话，所以就这样不好。没有，我真的有他有答应帮我写歌，但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就他说了嘛，你就得觉得那好，期待一下。然后他这一次好像可以讲吗？台湾。可以啊，他这次就是专辑，好像像 MV 之类的，是会去台湾，非常洋气的地方去拍摄。然后我也是今年我唱歌方面就是随缘吧，我觉得有需要的就可以。然后如果我今年是打算出一本书这样的，到时候你带着书可以再来碰碰网宣传，好不好？然后你带着你的新 EP 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好吧？节省一下销量，看谁卖的好。那一定是我呀。因为书最起码的厚一点，有内容。你那这5首歌我下载听听就好。书因为书便宜。你专辑卖多少钱啊？专辑还没想好，上一张是51.8块。这么贵？你专辑卖你太能骗人了吧你？不是因为心意，我是5月18号过生日，所以卖51.8块嘛。那我打算卖122.6块，我12月26。12块2毛6，一本书，我那带画的。没事。我不敢难过，只能沉默。那告白的话，那就期待我们的周边。对，我们的2500套也是1秒钟卖没了的。因为我们2个有做了一个，为了回馈就是大家对不可抗力的喜欢，做了一本写真集。对，做了一本写真集。这本写真集它的意义非常不同的，就是这些照片基本上是我们没有公开过的照片。对，然后是我们私房照，就是从我们2个相识相知到后面慢慢就是越来越熟悉。对，而且里面还有光碟。对，就是记录在我们在巴黎蜜月10天的一个之旅的。然后开篇是我画的一幅画，就是带着我们2个人的不可抗力的一些粉丝们。然后结尾的话，我们2个各自写了一封情书，是手写，对，手写的。所以我觉得里面的还是很用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这本写真集。但是好像现在也买不到了，卖没了是吗？对，没事，如果大家要是想要的话，也是可以，就戳那个不可抗力的官微，让他们加印，好不好？对，就是买我们的见面会的票，接下来还有都卖满了是吗？但是我们怎么办？但是我们那个我们是多少号来着？是27号。27号，我们在27号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那个见面会要公布了，今天就在碰碰网首次公布，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在少爷，你把你的一口老痰吐到那边。我们今天就在碰碰网首次公布，我们27号会在广州站我们的见面会。那这场见面会呢，非常的大。对，因为之前我们卖的也是太快了，所以呢，各位小助手，包括我们的官微，觉得还是很期待我们的见面会，所以这一次的话，人数的话会很多，所以大家多到很夸张，但是就是基本上都能买得到票，对不对？对，就是上次说买不到的票，这些人这次也是不用说了的，肯定会买到，肯定会买得到，所以他们一定要去，但是其实支持一下我有点担心我就觉得凭我们2个场子有点大，对，就能号召这么多人，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我们2个很丢人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很尴尬，就空座是吧？那我就不上台了。不上台了是吗？不，这样你要这么说，就不管来多少人，我们也会为你们而演出的。就到时候官方版不是，就是这票房还是挺重要的，大家还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上海场的握手会和见面会没有抢到票的话，我们期待广州见到你，因为就是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在准备这场见面会，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还有很多惊喜，包括互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对，还有我们就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要就是表现给大家，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觉得好开心的，是可以跟你一起去各个城市。那2位已经就是一起去过哪些城市？厦门，然后巴黎，
北京朝阳区、西城区、西区，但是那个东城区。但是我觉得其实巴黎对我们两个来说意义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俩其实那个是我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因为他以前作为运动员的身份的话去打过比赛嘛，并且拿了第1名。然后像我们两个这一次呢，我给他规划的说是一趟蜜月，就是因为你不觉得像法国，你总笑什么？你好像很不喜欢我。没有，我就特别喜欢嘲笑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无缘无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能够去一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么浪漫的地方，然后一起去工作，然后一起去聊天，我就觉得这是然后还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对，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很享受是吗？我特别怀念法国的那段日子。是吗？真的是因为我给你做饭，然后你还喂我吃那个就是香肠的外包装。哎，你别老提这个事儿。对啊，他喂我吃塑料。天哪，他是人吗？啊，所以今天是七夕。那你今天要带我去哪玩？说。今天啊，你想干嘛？你都有病了，我只要你去医院。不行，七夕大好的日子我们不能去医院。你说吧，你带我去哪玩？反正你只要想去哪，我都可以带你去啊。是吗？你说的是吧？那你出钱还是我出钱？这个我得问哈。我有钱。你有钱是吧？我送他一个大嘴巴子。啊，你一提到礼物这个事，我发现你今天的问题真的是步步惊心啊，一步一扎我的心。你知道，就是他总承诺给我礼物，但是从开始不要总这么，sorry， 不要总这么说啊，显得我好像。但是从开始到现在，我没有收过他一份礼物。没有吗？没有，不可能。没有，你给过我什么？没有。我给过你，我给过你爱。你个假大空的人！第一次情侣装是我送他的，然后我从韩国回来又给他买纪念品，但是其实我给公司每个人都拿了。我在巴黎没有给你买一个铁塔吗？有没有？啊，吃这个破东西。有没有？然后，反正我每一个地方我都会给他买东西，就小东西啊，什么大东西也好，对不对？我上次是不是去韩国还给你买了牙膏，因为方便你出差带的。我也没给你送过东西吧？我肯定给你送过，我只是想不起来了。我回去捋一捋啊，列个表。就是少爷送的都是那种比较实用的。对，我送的就比较贵。对。他送我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没钱嘛，所以他就送我一些边角料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跟你讲，那个牙膏是我送他那个牙膏不是平时的牙膏，是因为我们两个身份的问题总出差嘛，那个是液体的，就像口腔喷雾一样，喷到牙齿上就你一刷就马上出很多丰富的泡沫，就非常方便，并且是浓缩的。很贵，这一罐你知道我单独去好，特别好。我上次一喷的时候差点给我呛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再用。你是山炮没用过，不能往里面喷，不能往嗓子眼上喷。对啊，那不是口喷。就是今天七夕了嘛，然后我相信你们在看我们两个直播的人一般都是单身吧，对不对？哎，活该你们找不到男朋友。为什么？为什么？跟大家开玩笑，因为今天是七夕嘛，就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你们自己喜欢的那一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不论时间长短的，我相信现在你们没遇到，或者可能搂着你男朋友在看，或者是在等待的那个人，但是这个人是早晚会出现的，只不过是他会出现的早或晚而已，对不对？对，所以就像你之前没有遇到过我之前，其实你也不知道被人疼爱是什么样的滋味吧，因为你也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会这么呵护你吧，对你嘘寒问暖的，对吧？干嘛捏我？你没捏你，我拿一点，就是让我回答对，是吧？对，所以也希望那个，就今天要是有对象的呢，就去好好甜蜜一下，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来微博来找我们俩甜蜜。好不好？他们应该会骂我们俩，因为我们两个今天也是没有时间理你们的。然后呢，我们在今天就是你们可以去自己看看电影啊，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就电影，就是电影院里买一张座位，对，然后等待边上那个人是谁，所以有可能就会遇到另外一个他，是对不对？记得看的话要看不可抗力啊。你最喜欢你哪里啊？
五官。你先说一下你喜欢我哪儿，然后我再说我喜欢哪儿。你喜欢我眼睛是吧？其实我觉得，但其实你眼睛细看的话也不是那么好看，有点就是那双眼皮还是那一双卡嘛的。我喜欢鼻子，你鼻子好看，你可得了吧，你鼻子啊！我喜欢我鼻子，对，那我喜欢我鼻子，你喜欢我眼睛，对吧？你喜欢你哪儿？我喜欢我自己眼睛。你喜欢你自己眼睛，还喜欢哪儿？你喜欢我哪儿？喜欢嘴，喜欢。你喜欢我？你要不要这样采访？所有都好。你这太虚了。你就我五官，你最喜欢哪个？你这都看这儿呢，你五官腿。好，他天天垂涎我的腿。那倒也没有玩腿玩年。对，我平时关注他的下半身腿。对，其实他五官吧，就是你要单看，其实他五官单看的话就没有特别出彩，但是组装在一起就很迷人。就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你就像比如说那个咱们国际上那个名模吕燕，她五官就都组在一起，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她眼睛真的好漂亮啊，就特别代表亚洲那种感觉。但我不是说你眼睛像她啊，我就说你就是也挺好看的，没说错话吧？我没有，你高兴就行。就是首先要我们19号有一个北京的上海的见面会，然后20号有上海的拍手会，希望大家可以来。然后27号今天就公布了，就是广州场会有，到时候会开票，大家一定要去抢啊！这一次一定会能抢到。然后之后其实还是有好多的见面会和拍手会，也有可能会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博小白王博文和孟瑞，还有我们的不可抗力官微。然后接下来呢，我跟少爷就会还是说先把不可抗力的第2部宣传好。然后呢，我也会筹备专辑，然后少爷会发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要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广州场见面会结束之后呢，具体后面的就是场次来说，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现在官方没有给出我们答案。但是就是生意人嘛，我也是生意人，对不对？我们主要是看广州场来的人多不多，所以宝宝们如果想全世界各地看到我们的话，就一定要把广州场给我占满，好不好？对，我们两个这次也真的是拼了，因为当时主办方跟我们讲的时候说，要不要场子小一点？我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我把牛给吹出去了，所以广州场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对，牛吹出去之后说500人太少了，然后突然就报了一个数目，我们也是惊呆了。好吧，数目还是到时候开票就知道了。对，反正你也应该会很吃惊的。对，其实也还好了。对，也还好了。对，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对，加油。就是希望，就包括今天我们在楼下也有好多那个粉丝们在看我们嘛。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啊，现在北京是特别的热。你像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坐在这儿就是一直在支撑着，因为浑身都在出汗，就是本身也发烧，再加上天气特别热，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的。没有，我看看多少汗。然后那个就是，我都不知道说啥了。然后呢，本来脑子就烧糊涂了。就是外面太热了，大家辛苦一直在楼下等了这么久，所以就是特别不容易。每次活动就是大家都来的比我们早很多，对。然后又走了，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又帮收拾，就是特别累。然后又这么热。上一次我们拍手会，他们站了6个多小时。然后对，就是在场地，因为没有坐，就站着6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辛苦，他们还没有要到那个海报，所以就觉得大家特别不容易。然后还有好多是什么买不到票，因为现在暑期嘛，然后就有的站过来的，就是特别辛苦。所以现在广州场也不会让大家这么辛苦，是有座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如果这北京的一些活动，就是我是觉得像我们今天的上下班，就是能别跟的就别跟了，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并且我们看到他们那样的话，就也不忍心，真的是觉得就不好意思，所以就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开心，然后我们2个也会一直陪伴着你们，好不好？没事。信息发糖。哎，是不是有点假？不是，我本来想默默的咳一下，你这是整的好像我没有得了什么病似的。你是怀孕了吗？我咳嗽啊，咳嗽不是怀孕的前兆是吧？你说什么？对不起。你俩是太甜蜜了，然后说对我在说什
什么的。没有，他也是蛮娇羞的。对啊，大家然后好。少爷今天发烧了，然后大家快去同情一下我们的少爷啊。然后今天就是他会少说一点，因为他嗓子比较难受。然后我呢，虽然也比较难受，但是我可以带病坚持，不像他那么虚弱。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个少爷啊。好，然后大家给他买点药。别给我买药，精神不太好。对，给你买点脑残片什么的，是吧？谁更爱自拍呢？来，1、2、3，哇，你们完全一样。哎，我真的觉得你爱自拍。你看我手机里自拍很少。你看我拍过自拍吗？你见我自拍过吗？我们两个其实都不怎么爱自拍啊。我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拍照。你最起码还挺喜欢拍照的，或者有的时候你发现我比较好看的时候，你会帮我拍两张。我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神经。包括我，比如说我去趟巴黎，我就拍了2张照片，手机里，然后我就发了微博，然后就再没有拍过。你说我去巴黎拍了1张，发了微博。真的呀？对，自拍就是1张。你说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太爱拍，但是你最起码还拍点景，我连景都没拍。那两位就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我就是陪他。我的爱好，有点假。你说吧，你先说。你这个我本来要说点真实的东西。我喜欢游泳，然后健身。对，你假模惺惺的还陪我，然后去。我怎么没看见你陪我呢？在哪儿呢你？我平时怎么没看见你？唱歌啊，然后平时还都挺忙的，然后也没时间去玩什么的。对。说。他喜欢唱歌啊，然后什么这些。喜欢在家画画创作，对，喜欢静，因为他说我烦，他觉得我烦，他画画的时候会静下心来，所以每天见到我的时候就是他画画的时候。我没事喜欢画画、看看书这样的，就不太喜欢动。我就比较喜欢动，没有你那么有文化，自己动。那你说吧，还干嘛？就平时给他发微信。我没给你发微信吗？然后呢，我看看，然后也不回，是这意思吧？没有啊。你最近表现的还挺好的。前一天我们两个约着一起去 KTV 了。对，唱了1天的歌，然后就吃了个饭，然后我们俩就这样。然后那天那个空调就湿冷，就是要不然就冻死你，要不然就热死你，所以关了开之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但是可能别人会快继续，我很期待这个环节。就别人可能会很好奇，我们两个到底在 KTV 干了什么？为什么会2个人感冒了呢？我们在 KTV 待了6个小时。对，所以具体干了什么，你们自己想一想。少爷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1、2、3，哇，又是一样的。因为你们俩默契也太好了。因为其实我不挑食的，我就是除了不喜欢吃鱼，我就觉得鱼很腥，就是烧的好的鱼我才吃。那你知道我不吃什么吗？说。你也不吃鱼啊？然后呢？你不吃鱼。好，谢谢。来，最后你还不吃啥来着？我不吃海鲜，不吃内脏。啊，对，我记着的。哎呀，你忘了那天我不吃海鲜，不吃内脏，除了草莓啥莓都不爱。我知道。记住了，不爱吃菜。好了，不吃怪的肉。那你就是除了鱼之外的海鲜可以吗？对啊，他那个除了鱼不吃都吃。鱼我也不吃，我其实不吃那种傻鱼，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鲤鱼啊，就那种傻鱼是什么鱼？我想问一下，鱼它就是每次就给你称重的时候，要先验一下它的智商。如果这个鱼傻，就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比如说鱿鱼，或者是那种就是三文鱼、金枪鱼这种。看起来聪明的我就会吃，就那种大就是鲤鱼啊，对，我就然后什么草鱼，叫笨拙的那种鱼都不吃，是吧？傻鱼就吃有灵性的鱼。小白在睡觉时有什么习惯吗？哇，为什么要这么笑？不知道啊，他跟我说的。我跟你讲，他有给我录过，就这样，好笑，就睡觉的时候。我会吹气儿，反正我每次就这样吹的话，他就想尿尿，不是呼噜，是吹气儿，单方面的吹气儿。他不是那种不是这种，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之后，我就听到我耳边这样，嘘，我以为他在跟我闹，然后结果他在睡着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害怕，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精神的问题，就一直在那精神的问题。这样吹，我傻鱼吃多了，你知道吗？
吹吧的，我就想尿尿。好，感觉我们好像像商量过了一样，你能不能答错2道？少爷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什么习惯？打呼噜、磨牙、站起来翻身。我每天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在地下，那是对的。我睡觉是爱挤人，就是我喜欢有一个物体，就是我会一直靠着它。比如说这边是墙，我就会跟墙靠很近；这边是个人，我就会跟人靠很近。然后我喜欢夹着，就比如说他要在我旁边，我就会给他夹住。就是如果没有他，我就夹被子，整个人抱住，这样。然后夹住他之后，就他对你吹气，是吗？然后我就想尿尿，EDSO 的反应就是这样，好不好？写一下最想和对方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有2个答案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写这个比较官方。就是你可以让我画歌，我喜欢哪句，好不好？就我写的是希望一直可以陪着你。我就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是对所有人都没有对我这样的，就是包括他的朋友有跟我讲，还有认识他好多年的。就比如说他不会去看别人，他不会去接别人，他不会去坐火车，甚至站着去见一个人，但他这些事儿好像都为我做过。所以呢，我自己就是平时我也没有说这种煽情的话。其实我刚才写的是谢谢，但我觉得太做作了。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说就是为难他了，因为他毕竟他就是在我身边做了好多他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也是谢谢的一种含义吧。那我继续再写几个字，就以后继续难为你，好吧？加了一个这个，你是以后继续陪着我，我是以后继续为难你，好吧？如果2位再度合作，你们希望在戏中的角色是什么关系？这个字儿不会写。哈哈，嘿嘿，呀，你掉了，摔坏了。破坏我们公物哈，要赔的。哇！我你们俩这也太重口味了吧！我希望我演他的主人，他演我的佣人、仆人，然后我可以就是虐他。这你知道吗？我们昨天还是前天，你别弄到裤子上。昨天和前天刚刚就是你安稳一点，别慢慢的，别着急。就是刚刚那个第2部的我们的片花放出来了，然后呢，你知道我看到了好多字是什么字呢？渣。他们说戏里的谢言、虐小念、戏外的孟瑞都给补回来了，都给填回来了。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哎，你自己说这句话不恶心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戏里虐我，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我都给找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是大家，因为大家看到在镜头前的样子都是孟瑞在找回来，但是没有看到镜头结束的。一会儿结束了，你就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我做你马上就会看到他有不一样的一面，就是比如说打我、虐我，就也经常会在生活上出现啊。没有吗？有吗？有，反正我还去接过你吧，接送什么的。那你不是只有车方便吗？不是有车那么远的话，我到了，我还特意去接你，嗓子好疼，是不是优秀？这我说很好啊。对，那你我那天不在群里表扬你了吗？我说我媳妇最棒啊，没有。我们还比较喜欢这个环节。对。那我们今天在碰碰网的直播可能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碰碰网，然后呢支持我们不可抗力，我们第2部马上就跟你见面了。那我们预计的话就是19号上海的见面会，20号的握手会以及27号的广州见面会，我们等着你，好不好？我们2个会一直陪伴着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了啊。那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碰碰网做客，好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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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瑞。大家好，我是王博文。好玩有趣的娱乐粉丝社区碰，带你追星，带你飞。